我是 Jasmine， 今天终于要来录这支大家敲完非常久的关于要怎么在德国找实习啊，还有怎么申请艾迪达的实习。那我已经把大家的 Q&A 都收集在我手机里了。那我今天2个室友都在家，那他们讲话声音有点大，我不确定会不会被收进来，所以如果有听到一些些微的背景杂音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申请的管道，学校有没有帮忙啊？当初是怎么找实习的？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工作平台或者网站？那我先讲艾迪达的部分，像艾迪达这种比较大的公司啊，他们通常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career 的网站，就是一个页面。那你可以直接上那个公司的 career 的页面去搜寻他们现在有的 offer， 就比较简单一点。你很明确知道你想要去哪个公司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就是直接到那个大企业的网站里面去找。那像 Adidas Career 的网站呢，它的左边就有一些 filter 让你可以去筛选，比如说你可以筛选你要在哪个国家，你要在哪个城市，或是你是想要哪个部门、哪个类型的工作，那都可以直接用左边那些搜寻栏去筛选。那这样右边出来那些职缺就是符合你筛选的条件，你就不用花多余的时间去看那些你不想要的工作。这样好，那如果你没有特定想要找哪个大公司，你是想要 general 的搜寻的话，我当初使用的方法非常的基本，我就是直接上 Google 那个搜寻引擎，然后打你想要去的地方，然后你想要找的职缺类型，以及你擅长的领域。那像我当初想要去柏林嘛，所以我就打柏林，然后我要找的类型是实习，然后擅长领域是 marketing 或是比较偏商业类的。那这样搜寻出来的结果，它就会跳出很多平台，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，它通常就会帮你集结了各种来自不同公司，但是符合你想要找的类型的工作。但你还是要去细细看每一个公司它提供那个职缺的叙述，因为它可能只是找到一个 keyword， 然后就被归类到你现在搜寻的结果里面，但它可能最终不是你要的那个工作。总之我当初就是使用这个方法，所以我没有特地用哪一个求职平台，我就直接用 Google 引擎，然后搜出来，就是它只要是符合我需求的平台，我都会去使用。那因为当初我是想要找用英文上班的嘛，所以选择就会比较少一点。那还是有，那大部分会比较偏向是那种 startup 的公司。那大公司的话，我所知道的就是 Adidas、Puma， 好像 SIP 跟 Bosch，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是想要找大公司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上那个大公司看它没有 career 的网站，可以直接在那边找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可以跟我一样，直接用 Google 引擎搜寻，就一个个去看那些平台，它是不是帮你整合到你要的东西，然后再去投履历，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啦，没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方法。然后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哪一个网站特别厉害，就整合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工作，没有，就是各方网站都看看这样。不过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用一下 LinkedIn， 因为我觉得那个网站还不错，就那个平台，然后上面还蛮多实习的资讯，而且它如果你把自己的履历打好，然后选好自己的领域，就擅长的领域、有兴趣的领域的话，它就会跳出跟你领域相关的工作职缺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就差不多到这边，那接下来的问题都会比较针对艾迪达去回答一点，因为毕竟我是在艾迪达实习嘛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申请？那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，他是在问说，自己大几的时候适合申请，还是说每年的哪个时间是申请的时间点这样？那我就2个都回答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大几来申请会比较好。那其实，在艾迪达它的职缺描述是没有年龄限制，就是没有说你一定要大2、大3、大3、大4才能申请，其实是没有。但我自己会建议说，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怎么样？基础了以后再去申请会比较好，因为一来是你申请上的机会可能也会比较大，二来是你进公司也比较有真的实质的能力可以帮忙，不然其实对于你来讲，可能也是就没办法把这个实习机会发挥到最好啦。那再来，每年什么时候是申请实习的时间点？那我先讲，我们艾迪达每年会有2批实习生。那第一批是差不多在2月或3月的时候开始实习，然后实习到当年的7月或8月。那第2批就是从差不多8月或9月开始实习到隔年的2月或3月。那我就是第2批。那所以开始申请的时机点就会是在这2个开始工作的时间点之前。所以像我当初是申请8、9月开始实习的这一批，我是差不多4、5月投的履历，然后6月面试，然后7月收到合约。所以你们就可以这样稍微推估一下，差不多什么时候去申请。所以你们有事没事就可以去稍微看一下那个艾迪达 Careers 的网站，看有没有你们要的实习这样。第3题是申请资格，那这一题我把它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是身份，也就是你是不是要是学生，毕业了以后可不可以申请。那第2个是经验，就是有没有科系上的限制。那我先讲身份的地方，身份地方以艾迪达来讲，你一定要是学生才能申请实习生。其实
基本上我在欧洲知道的实习机会或是那种 working student， 你都一定要是有学生的身份，就没有办法你毕业了再来实习，这样就不叫实习了吧，就是也不叫 working student。如果你申请 working student。对，所以是基本上艾迪达的话，你是一定要有学生的身份的。所以其实你们上 Adidas Career 的网站看它那个职缺的叙述啊，它都会写说你学校注册的那个时间一定要完整的 cover 你实习的期间，这也代表你一定要是学生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是经验的部分，有没有科系的限制？然后非相关科系的话会有机会吗？好，那这个部分其实在职缺的叙述栏也会有写说，比如说你是来Global Sales 部门，或是你是 Marketing 部门，他就会说希望你的大学的主修是在相关的领域。对，但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是不是到完全正相关，就是不是很直接相关，但是有一点点相关的话，就还是可以试试看。但是如果你的主修科系真的跟这个完全不相关的话，我就会建议你是要有相关的实务经验，这样子应该是比较才有机会啦。因为你说你完全没经验，然后也完全没有相关科系背景的话，你很难去说服主管、面试官说你真的有能力胜任这个部门的实习生的职位嘛，对不对？再来第四个是地区，请问艾迪达是只有德国总部才有实习机会吗？不是，就跟我刚刚讲一样，如果你想要找任何地区，你就使用它 Careers 那个网站左边的那个 filter， 然后去筛选你要的地区。比如说我要是荷兰的 Amsterdam， 或是我要中国上海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因为德国是总部，所以它的实习机会是相对比其他地方来的多非常多。所以就是不是说只有德国才有啊，但是德国的机会比较多，就选择比较多这样子。再来第五个是非常非常多人问的语言限制，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你在德国实习就是用德文上班吧，那如果你不会德文的话怎么办？会不会语言上的隔阂啊？好，到这边就跟你们讲说，在艾迪达这个公司是整个公司完全用英文上班的，就所有的文件、所有的会议、所有的书信往来都是用英文。所以这点不用担心，就完全不用担心。只要你英文是有工作能力的程度的话，就不用担心。那当然，你说，是不是德国同事之间他们会用德文讲话，你会听不懂？那当然就是私底下他们聊天，或是他们单纯是两个德国对德国人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用德文。但是只要对到你不会讲德文的人，他们一定是用英文。就比如说今天3个人开会好了，2个德国人，1个我，那就是用英文开会，懂吧？而且艾迪达真的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企业，再加上我们德国是总部嘛，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非常多。那你要说德国人，当然相对还是说有多一点，只是不会说整个公司基本上都是德国人，没有，就真的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。所以真的英文就是共通语言。像我们都开玩笑，很多人都说来这边要学德文，但其实我们1到5上班真的完全用英文。你说要学德文真的非常难，就是很少时间可以练习到啦。每天8小时上班都是用英文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真的是用英文上班。好，那第6个是签证问题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的案例算是我自己觉得有点算是特殊案例啦，因为我本身之前是在德国做交换学生嘛，那所以我就有学生签证。那学生签证呢，它在德国是规定说你1年可以工作120个全天，那算成工作日的话，其实差不多是半年左右。所以来这边实习我是没有签证上的问题，但是我有很多实习生朋友，他们是来自就是欧洲、欧盟以外的地方，比如说澳洲啊、加拿大啊、美国，那他们就要申请工作签证。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法规，就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就要再依照自己的状况去上网爬一下文这样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来国外实习看看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怕签证的问题，然后就放弃，因为这个部分是真的有办法解决的。那我也听过有一些实习生，他们是真的申请签证申请太久，然后最后是没有来，对，就是都有啦。但是我是觉得，你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实习的话，还是试试看。第7题是住宿问题，有人问说，我们来这边实习，公司会不会帮我们安排好住宿，就帮我们安顿这样？答案是不会，真的就是实习生比较可怜一点啦，就是你们要自己找好住宿什么的。除非你已经是正职员工，公司才会帮你安顿好住宿那些的，不然基本上你来实习的话，你的机票啊、你的住宿这些都是你要自己安排好的。下一个是有薪水吗？平均花费，有薪水。那我不会跟你们讲我的薪水是多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薪水
可以 cover 你的生活，可以付你的房租，可以 cover 你的生活，然后还有多余的钱让你去买东西，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第9个是实习生的工作。那这一题的话，我比较难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回答，因为实习生的职缺实在太多了，然后每个人的部门啊，每个人的 team 啊都不一样，你做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真的要依照你申请的职缺去看你会做到什么工作。但是我要讲，只要是你是来实习，你就要认知你是实习生。你是整个 team 里面就是最基础、最需要学习的人，所以你多少都一定会做到一些比较像是打杂类的工作，就可能要印东西啊，或是帮忙做一些会议上的记录啊这种。但是呢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工作是很基础的工作就觉得不重要，或是有点看不起，或是不开心，觉得说哦怎么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我觉得这些小工作反而是你展现你工作态度的时候，就当然比较 serious 一点的工作是可以展现你的工作的能力嘛。那些小的，就是比较不起眼的工作，是展现你的工作态度的工作，所以不论是大小工作都要把它做好。这样好，再来第10题是实习之后有机会留下来吗？答案是有的，但是其实以它的比例来讲，相对是低的，就可能比如说100个实习里面，可能只有1个人或2个人留下来这样。那当然要看你的 team 有没有缺，然后看你的表现是不是符合他们期待，然后看你的怎么讲，你的能力是不是有符合他们的需求。因为有时候就算你表现得非常好，但是可能现在 team 里面的需求是比较需要有比较更多经验的人，那你可能只是还是小菜鸟啊，然后才刚踏入职场啊，那可能这时候 team 就算你表现得非常优异，也可能不一定会留你下来。但是我觉得不用把留不留你当做是你这个实习的结果，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把留下来这件事情当做你实习一个很重要、很重大，然后甚至是唯一的目的的话，那可能最后你没留下来，你的失落感会非常大。那我觉得这样就有一点失去就是这么好一个实习机会的意义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选了10个大家最常问关于艾迪达实习的问题，希望有帮你们解答到。那也希望有兴趣要申请艾迪达实习或是德国实习的人能够有好运吗？那也祝福如果有想要申请艾迪达实习的人，希望你们可以顺利得到这个机会。因为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次的实习经验，我觉得进来这个公司以后，真的就会更加的喜欢艾迪达这个品牌，因为它整个公司的氛围啊，然后工作环境啊，还有同事之间的相处啊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棒。我上一支艾迪达战利品影片啊，下面就有人回应我说，一间企业为什么会成功，从他的实习生对于这个企业的态度的忠诚度嘛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我才惊觉到啊，真的耶，因为其实我以前是没有特别对哪一个运动品牌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，但真的进来工作以后，然后才突然发现，真的自己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个品牌了。那我觉得就跟我刚刚讲，因为整间公司的气氛就是非常的一样，非常的活泼，就让你我觉得我很 enjoy 这个气氛啦。然后同事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，然后不太会有什么就阶级之分，就你的主管跟你就很像朋友一样。虽然当然在做一些正事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就是仔细的聆听他们的教你的方法啊之类的，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很 open minded， 就很乐于接受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意见。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自己是实习生讲话就会没人听啊什么的，不会，就是只要你敢讲，大家都很乐于听你的想法这样子。然后甚至啊，去年在放圣诞节假之前，我的主管还问我说，希望我可以跟他讲他哪里可以改进，这样他明年就今年可以再更好的带领我这样。就我觉得还蛮神奇的，就是居然会有主管来问我说，你可以跟我讲哪里我做的不够好，然后明年我可以再改进这些地方，然后让你的实习可以更好、更有意义，然后更丰富，这样不觉得很棒吗？总之呢，我就是非常喜欢这次的实习经验，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实习看看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公司有一些 policy 上的问题，所以不太能去录公司内部的环境跟你们分享。我觉得真的很可惜，因为我们公司真的很酷，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campus， 就很像一个小型的社会，然后里面很多建筑啊，很多办公室都长得很酷，然后像里面的餐厅也长得非常酷。对，但是我不想让自己陷入任何法律的纠纷，所以我就不会拍成影片来跟你们分享。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之前 IG 有发很多关于艾迪达内部环境的文章，然后或是我实习的一些感想。那我之后可能还会发一些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。然后有时候我限时动态也会 po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那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个 like， 然后还没订阅我频道可以按上面的订阅，然后记得可以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可以收到我的发片的通知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